这真是韩国总统吗？抵制萨德跟日本不共戴天，韩国民众想要的尹锡悦一个都不给，还要原谅日本。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先生观察室。在萨德反导系统开始正式部署后，韩国国防部原本计划举行一个说明会，结果直接被韩国民众堵在门口，坚决反对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这样直接导致韩国官员无法入场。那么关于部署萨德的说明会无疾而终。在韩国发生的一幕呢，身为韩国总统的尹锡悦绝不应该视而不见。如果说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遭到了中俄和韩国北边的反对和谴责，为了安全还能顶着压力继续推进的话，韩国民众的反对还是从萨德反导系统入韩开始，一直反对到现在，就充分说明了在韩国民众的心里呢，萨德的部署并不能给韩国带来安全，反而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让韩国的安全环境变得更为糟糕。允许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美国就已经表现出了攻击性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关系呢也会变得紧张起来。中国就韩国部署萨德的问题呢，对韩国采取措施半岛局势也因为部署萨德变得比过去更加紧张，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韩国民众才会反对部署萨德，反对韩国和美国持续加强军事互动，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可是尹锡悦呢，偏就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还要推波助澜他一上台就直接表明立场，违背惯例的只给美国派出了特使，就说明尹锡悦把美国的大腿抱得更紧，当成了主要目的。而在尹锡悦眼里，只有美国一点都没把韩国民众放在眼里，要不然的话，在反对萨德的呼声持续存在的时候，尹锡悦也不会加快萨德基地的正常运作的这样一个进度，并希望美国追加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除了抵制萨德以外，在韩国民众眼里只要日本不为历史罪行忏悔，不给韩国应得的赔偿，并且还继续觊觎独岛的话，那韩国就应该与日本不共戴天。可是尹锡悦在这方面呢，都不想满足韩国民众。在尹锡悦抱紧韩国大腿给美国赔笑脸的时候，还持续推动与日本的合作希望推动日本与韩国的关系缓和。甚至在3·1运动纪念日上，尹锡悦还要给韩国民众上眼药在这场抗日纪念活动当中，尹锡悦居然强调韩国应该走出去时代已经变了，现在呢，日本应该被韩国视为合作伙伴。毫无疑问，这也符合尹锡悦抱紧美国大腿的这样一个核心态度。美国呢，一直就想把韩国和日本撮合到一起，组建一个美日韩联盟就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好的在亚太发力。尹锡悦呢这么做，他也是在配合美国。可问题是韩国民众怎么办呢？韩国的民意尹锡悦呢，真是一点都不在乎吗？抵制萨德跟日本不共戴天，这些韩国民众想要的，尹锡悦是真的一个都不给。甚至在日本仍然没有为历史罪行忏悔的时候，居然还要韩国民众去原谅日本，这真的是韩国的总统吗？也难怪尹锡悦会被骂，说应该去日本竞选首相。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